Hello，我今天的视频呢是要分享一个内地的朋友，他来到奥地利以后怎么去换他的驾照。所以今天的視頻是特意為內地跟台灣嘅朋友去拍的哦。但係香港嘅朋友都唔好走喎，香港嘅駕駛執照去換奧地利駕駛執照呢係比較簡單嘅，係唔需要去考路試啦。不過呢，佢之前嘅過程呢係一樣嘅，所以我今次分享嘅小貼士都啱你哋用㗎。那我們開始咯。我這個內地的朋友，他呢是很喜歡開車的。他來了奧地利大概1個月，就去買了一台開封車。他說在內地啊，其實很難有機會去開這個開封車的，所以他很喜歡。到了3個月左右，他就去換證件了。但是他去的時候，這個警察局就拒絕給他辦。那為什麼呢？其實我自己也有這個經驗。其實我們的證件啊，在奧地利是可以用6個月的。如果你來奧地利沒有超過6個月，其實是不需要換證件的。但是我們移民來的嘛，一定是會超過6個月。所以我自己去的時候，也是來到奧地利大概4個月的時間，我就去換了。但是我換的時候，我們這個官員就跟我們說，我們太早去了，他是有責任去保證我們是會在奧地利住多於6個月才去換證給我們的。如果我們太早去的話，然後我們換完，我們真的走了，他就有責任了，他要負責任，所以他就不跟我們做，他叫我們在6個月到期之前的大概1-2個星期去做就 OK 啦。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到了大概5個月多一點，我們就過去了。那順便一提啦，其實不同的地區它是有不同的部門去處理的。例如Vienna 啦，是有一個交通局，那在Graz 呢，就是警察局。然後我們以前住的是一個山村嘛，所以它是有一個政府的辦事處，所以你要根據自己住的地方去查一下啊，其實是在哪裡去換，或者是問清楚你們的中介。然後我這個朋友去換的是一個警察局，那這個警察局第一次是拒絕他嘛，那到了大概5個月左右，他就再去一次。那去的時候，這個警察啦就告訴他，你要去中國去辦一個無犯罪的證明，他才可以幫他申請的。然後他跟我說的時候，我覺得好奇怪啊，反正你這個人已經在奧地利的嘛，你怎麼可能再去內地去犯罪了？好奇怪。但是當時我的朋友就沒有去查證，他就去申請。其實有一個網頁你可以去查的，那其實需要的證件沒有包括無犯罪記錄。那其實我覺得這個也不能去怪這邊的官員啊，或者是警察啊。其實奧地利不是一個移民的國家，每年回來的人也不多。那從內地啊、大陸啊，或者是香港去來的人更少。那他們不可能去指着每一個地方換證的一個法律是規定是怎麼樣的嘛，而且有很多的法律他們很難去把每一條去字得很清楚，所以我們自己是可以在這個網站去查一下需要什麼的。先說一下這個健康證明啦，這個健康證明是要找一個醫生去開的，這個醫生也不是說隨便找一個，其實他是有規定的，哪一些醫生是合資格的，所以你們可以去尋找一下，在你的地區哪一個醫生是 OK 的。去到那邊，他主要就是幫你量一下血壓啊，然後問一下你的身體的狀態，最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視力。當時就是好像去配眼鏡的這樣子去問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我這個朋友他的眼鏡是比較舊的，所以他的度數是錯的，所以他當時第一次去驗的時候是沒有過。後來他要去再換一個新的眼鏡，
然后再去看医生，才拿到这个医生的证明说是可以合资格去开车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一个驾照嘛。那当时我来的时候，我是确定我在奥地利是会开车的，所以我来之前我是有去办一个国际的驾照。那这里边有写下来，如果你的驾照没有德文，那我们的驾照不可能有德文的吧，所以没有德文一定要有一个国际的驾照或者是一个翻译。那我自己是有国际的驾照嘛，所以就比较简单。那我有一些朋友，他来之前觉得他不会在奥地利开车，所以他就没有去拿一个国际，那就比较麻烦了，就去要翻译他自己的一个驾照。另外就是这邊要提醒的就係香港嘅駕駛執照，我哋之前咧去申請嘅時候咧，咁嗰個官咧就同我講話你要考路試啊咁樣。我話唔係喎，我哋唔需要喎。咁其實佢真係唔係好清楚，我哋係打翻開個網頁咧，即係俾佢睇咯。我哋跟住佢睇就係喎，香港係唔使嘅喎。咁咧佢先至俾我哋即係去申請嘅啫。咁但係香港咧嗰度寫明咧，只係普通嘅即係私家車啦可以換嘅。咁如果你本身有咩貨車啊嗰啲咧，就唔包括裏邊嘅，淨係可以換私家車。咁你去換證嘅時候咧，可能嗰啲人咧都會唔知道嘅。咁你就自己清楚翻話翻俾佢聽香港咧就係豁免咗呢個路試嘅。收回我這個內地的朋友啦，那他根據這個警察告訴他，他就去拿這個無犯罪記錄嘛。但是拿的時候，到他還沒拿到，他這個6個月的這個期限已經過了。那他自己也沒有很緊張，因為他覺得就是警察叫他去辦的，沒有可能去說他違規嘛。但是後來他就跟他另外一個朋友說起這個問題，那這個朋友就說這個不行啊，你現在這個現有的駕照已經過期啦，你不要再開車啦，如果再開車就是無證開車，你就犯罪，是很大件事的。那我這個朋友就很害怕，他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所以他就特意去找了一個在這邊生活了好多年，他德語也是很好一個人，他是收費的，當然是收費，就幫他去搞。那這個收費的華人呢，就帶他去另外一個警察局。那因為這個人是就是一個專門幫人去換證件的人嘛，所以他跟這個警察局的人已經很熟的啦，他已經知道整個程序。那他也有自己推薦的醫生啊，然後他也有這個造車的師傅啊，然後這個考官都是跟他已經有就是人脈的啦，所以後來第三次我這個朋友就很順利。那但是因為他已經過了6個月期限了嘛，所以他也很急，他就交了300歐去加快整個程序付了這個300歐就可以在2個星期內去考試。那講一下這個考試怎麼做。首先你要去這個教車的老師去學，那這個教師的老師他跟你開的路就是你以後要考試的路，所以一定要去練習。那要練多少課就看你自己咯。那我這個朋友就上了2課，那是怎麼樣的？他是這個師傅坐在旁邊，那這個華人就在後面做翻譯。我要提一下，我這個內地的朋友他不是普通人啊，他考這個德語 A2 的時候，他是差一點點就是滿分的，我覺得他是很厲害。他說他是聽不明白這個教車老師講的話的，所以我覺得如果他這個差點滿分的人都聽不懂，我們這些凡人真的是聽不懂，所以翻譯是必須要的啦。搞這個駕照這個華人也給了他一份中文翻譯版的這個規則是要去讀的，然後考的當天，這個考官去考路試的之前呢，他會問問題，就是問你這個規則。那他當然是用德語去問這個翻譯
然后这个翻译再跟你说，你再答，然后这个翻译再用德语跟这个考官，所以不需要说，这个德语一定要很好，但是你一定要一个翻译这样子。所以，他问这个好像是问了大概2-3个问题就 OK 了，就上去考路试。那这个路试也是很搞笑的，是我这个朋友就是开车嘛，那他这个老师就坐在旁边，那翻译跟考官都是坐在后面，那这个考官是不会出声的，他只是观察，那所以主要的互动就是老师跟我的朋友，这个开车老师就会教他去走哪个路。那翻译可能在后面就去翻译一下，但是这个路在上课的时候已经走过的嘛，所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考完试以后呢，如果是 OK 是合格的话，那立即就可以拿到这个临时的驾照，你就可以开车了。我这个朋友说，拿了临时驾照以后，大概1个月他就收到这个正式的驾照。我想起我漏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资料，就是说，你去申請的時候，其實他會把你原有的駕照收起來的。咁呢個香港朋友我咧要提翻，就係咧，我哋去申請嘅時候咧，其實申請嘅時候咧，佢就會收咗我哋嗰個駕駛執照噶啦。咁所以咧一定要申請之前咧就影低相咯，如果唔係你所有嘅資料就會冇晒噶啦。咁點解佢要去收咗你嘅本身嘅駕駛執照咧？佢咧係話佢係要同翻運輸署香港運輸署去確認翻我哋嗰個駕駛執照咧係有效嘅，係冇乜大問題發生，咁佢先會批俾我哋嘅。所以記得要影相。希望我這一個視頻對你們有用，在換駕照的時候比較順利。那我們下次見哦，拜拜。